我准备切开他的大脑部分。梦琪，你切那边的心脏。嗯，好的。我明白了。难道你一直一个人住在那儿？是啊，快18年。那你多大了？24。也就是说，你6岁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住。是啊。但你活得很精彩。是哪个点精彩？你的气质、素养，包括你的一些学识。你怎么知道我有学识的？你读书吗？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养你自己？是啊，都是我一个人养我自己。你的家庭不简单呀。是不简单，我有时候都觉得不理解。他们从小就离开了我，只告诉我要像王族一样活着。我以为王族就是那种宫廷御宴、歌舞升平，但是18年来，所谓王室，就是和天下共甘苦，和社稷同悲喜。哈，这个说法有意思。雷七，还有多久能到？罗刹1号听证会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始了。快了。听证会？是的，这是一次高度危机性事件，我们遇到了5000年来第一个不可理解的敌人。可你不是说是机器人？但超过了我们科技的理解。这种听证会，应该也会有山海机会的人参加的吧？果然，你还是知道这么个东西。我当然知道，他们的人来找过我几次。好，一会儿听证会，我希望你能多讲一讲。对不起，你们必须接受安检。好。手机不能带，一会儿去里面存一下。嗯，好。请进。没事，都是正常流程。来。可能还需要验血。验血？为什么？情况特殊，确认一些问题。没问题。有什么问题吗？哼，没什么，长得挺特别的。好了，进去吧。走。
您就是姬女士吧？对，我是。请坐，这里写有你名字的就是你的座位。谢谢。好了，该到的都到了，我们本次听证会正式进入主题。事件的始末，我这里有详细的记载。事情是这样的：4月13号的下午5点12分左右，协一钢管厂有一名刘姓高管和他一家人遭到了不明物体杀害。报案的工友惊慌失措地说是鬼，警察接到报警赶到现场，但是当时没有人相信是真正的鬼魂，所以到现场的警队只是常规刑警小队。后来刑警小队被袭击，上报给特警队，特警队出任务后发现目标，我们定名为罗刹1号，同时发现罗刹1号并不是特警队能对付得了的。然后案件上报给了军区司令部，司令部大概做了30分钟的研究分析，决定派遣我李凯威为本次案件的总指挥官，并从军区各个特种部队调遣精英人员，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队。其中坐在那边的那位雷七是司令部指名特派的人员之一，而当时司令部也对沙河作战装甲研究中心下达了将最新研究的太极鼎外骨骼作战系统用于本次实战任务的命令。于是我们组织了队伍，于4月14号凌晨与罗刹1号进行了第一轮交锋。之后我们花了大概12个小时升级了装备，并且发现罗刹1号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位刚进来的女士姬兰溪。我们在姬兰溪所在的村庄洛宁西坝村再次与罗刹1号展开激战，并且成功将其摧毁。随后罗刹1号的躯体被运往舟山实验室进行研究。这就是本次事件的大致始末。我写了大概3万字的详细描述，我会备份给各位。那罗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罗刹尸体在我们实验室做研究，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研究结果，得到以下4条结论：一，它的外壳非常有趣，原理很简单，类似裂纹拓展原理，也就是罗伯特之泪。实际上也是一种类似金刚石的黄白色碳化物，但这种碳化物会融进去钨钢骨瓦，就像冰块里面放进去棉花，强度就增大很多倍一样。这种裂纹扩展碳化物混入钨钢骨瓦，强度坚不可摧。2，能源，它的能源跟我们现在的能源有很大的区别，它体内有一种混合色，我们称之为重色。重色遇到氧气就会发生剧烈的氧化作用，并且发出红紫色的光，可以瞬间将温度升至1500摄氏度。色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而这种重色的比重量相当高，1克重色就可以瞬间将50公斤的物体推到数百米高空。3，因为以上2个原因，根据之前的报告描述，一旦它的外壳被摧毁，那么它可以大量释放重色，让整个身体急剧升温到1500摄氏度。碳化物外壳重新融化，然后冲入水中，又重新冷凝，形成新的鲁伯特之泪，所以外壳重新修复，继续保持着硬度。4，它的大脑确实是一个智能 AI 系统，只不过这个系统的 CPU 水平并不高，相当于咱们40年前的水平。总结说下来，的确是科技产品，只不过跟我们现在主流的科技方向有区别。是的，当然还有很多细节，很多原理看起来难以理解，它一定不是在地球的科技环境产生的，机理上有质的区别。哎，对了，重色这种金属在地球上有吗？单纯的色元素地球上是有的，重色目前没有。我知道哪里有重色，在座的会不会有山海基会的成员，以及如果有，你是哪一代的？真是匪夷所思。众所周知，这罗刹就是他们派来杀我的，而行动失败了，那在座的必然还有他们的成员，所以我不知道该信任谁。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如果有什么组织威胁你的话，请你放心，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守护者。
作为国防部的特派员，赵秉龙首长，您不可能不知道山海机会。把监控先关了。监控已经关闭了，这里现在可以保证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秘密的空间。好了，这才是会议的核心。我和罗密中将肯定是可以保证，绝对不会是山海际会的成员，因为我调查过雷奇，还有凯威，这2位是完全值得信任的，所以这2位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会很多。没错，这次的会议，我们不仅仅只是要研究这个罗刹1号，我们正面临威胁。不只是我们，我说的是全世界，所有人类。而威胁就来自于1个月前，我们都收到一条消息，他们希望我们放弃对人类文明的领导，并将未来交给他们。落款：山海际会。他们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的身份是隐藏的，甚至我最近做梦都会梦到他们。他们有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不是我们这种人类。比如那种 AI 生命，不排除那种可能。高层解密，24年前一场太空接触事件，10名宇航员在与一个神秘三角体接触的时候被袭击遇难。他们也发出了山海际会的信息。我们开始相信，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入侵。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是谁，在哪儿。10天时间里，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内查有查出一个山海际会的成员，是财政部的李美仪。他和我们正常人不同，他细胞内的端粒体缩短速度比正常人类要慢70%。哦，端粒体，最新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了具体的研究，保护人体 DNA 复制的一种细胞结构。如果 DNA 每复制1次，端粒体就会损耗缩短。一旦端粒体损耗殆尽，那就无法再复制了。那细胞分裂就不会再继续，我们就会死亡。就是说，它比我们正常人类要长寿。对，之前也是我负责研究的。他当时的寿命应该在395岁左右，而当时他的体质特征相当于40岁。是的，他不完全属于我们的世界。咱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了严格的安检程序，至少保证了我们都是正常人。唯独基兰西本人，血检查出你的端粒体就有异常。反正现在问题是出现了，他们要杀你，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而在座的各位，不排除有他们的人在监视。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山海际会。